怎么会就是订了一台车就要退订呢？千万不要前面签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瞬间跟他一起抢脚啊嘞！一天买2台车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如果你真的今天要买一台车，真的如果可以，你们就都去试吧。我是单车小D，就是今天距离就是我买车啊，已经经过了3个月。那今天我们的影片的主题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小 D 买车的3大重要的要素是哪3大要素？这弯道有弯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要很大的信心啊！你看他弯过去了，是有点可怕。他说你手要握方向盘。还有啊，就是我在买车之前，我去试乘哪一些车，这应该相信也是各位就是在买车之前会去大量的试乘，然后来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。好，那在分享之前呢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就是来一个重要的仪式，就是我终于不是汽车三宝了。我可以确认那个路上的安全又多了一层的保障，没办法保证。什么没办法保证？可以吧？还是多保一点险吧。路人请多留意。通过了就是我们摄影书教练的一个认可吼，现在就要赶快把这3块撕下来。撕不下来是怎么样？不远的新手，就是在买车之前，你还是要去试乘啊，因为也是试乘之后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的那个买车要素是这几点啊。那归纳起来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可以放脚踏车，这是必要的，而且那个脚踏车最好是可以给我整台放进去的那一种，是整台都不用拆前后轮放进去哦的那一种，因为对我而言是最方便的嘛。后座给它躺平，然后一次可以就是不拆前后轮放2台车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神奇。好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摆单车的方式，就是把单车如果可以整个立起来的话，其实是比较省空间的，那你就可以放一些行李，可以摆放的更多，就是空间会出来啦，所以是相对很方便的。那这一点也是我后来买酷卡 ST Line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。好，在第2点的购车要素，就是自动驾驶功能这件事情。自动驾驶功能这件事情啊，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要开去远距离的地方骑车，长距离的那个开车啊，那可能避免疲劳驾驶。自动驾驶功能相对非常重要，而且遇到塞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塞，真的是福音啊。那酷卡 ST Line 它的自动驾驶功能，其实目前我本人还没有试过啦，因为我的驾驶教练摄影师他目前还没有授权我去做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你先爬，你现在开好吧？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自动驾驶，目前我还是会觉得怕怕的。其实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它可以就是自动驾驶这件事情？那你看我目前是手握方向盘，你要我怎么样相信我可以放开方向盘，然后就相信它可以就是自动带我过这个弯？我觉得这个某部分对于我而言是心理层面是大于生理层面。等一下我会和那个摄影书对焦位置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酷卡 ST Line 它自动驾驶的功能。前面远方70，然后侦测到了，然后所以它现在这边也是，就是它就会告诉你是速限是70。再来设定自动驾驶模式的方式也超简单：1定速，2跟车，3车道居中。我这种无脑人都看得懂了，你们一定没有问题的啦。几秒钟内要放回去哈。对啊，这只是测试给大家看。因为我们现在前面在转弯哦，你看前面在转弯右弯哦，然后我现在都没有去碰它，然后他叫我手持方向盘的时候，我应该乖乖放回去。这个弯道有弯，这个弯道有弯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要很大的信心啊！你看他弯过去了，是有点可怕。他说你手要握方向盘。好，然后现在这个弯敢给他过吗？好，给他过，这个弯可以过。有没有看到他的方向盘是在动？他自己在动，他在动，厉害吧？其实也是很方便。不过我觉得相信他这件事情，其实心理因素也是蛮重要的嘛。我觉得高架桥还是不要用，高架桥还是有点恐怖。好，他还是忍不住抓。对，对，我觉得正常就是会比较常用，可能是在那个高速公路啦。对，塞车的时候你就非常好用了。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啊？停车，对，环景，告诉你。的帮助。超赞的，根本就是新手的福音。我跟你讲，新手的真的就是有环境，停车你就会不一样。到底多不一样？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萤幕，现在前面嘛，然后我要打阿档，阿档的话就会转成后面。反正转弯的时候它都会有那个线条，没有，所以相对是非常方便的。好，可以看到我的车位就是这里，然后先直着进去，对，慢慢的往后停。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往后，
然后我看他就会连那个和后面东西的车距。通常因为我要拿脚踏车，所以我后面不会，我后面不会停太紧，我会留在这样子的空间，比较方便我拿脚踏车。大概是这样，那我们下去来看看成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一次到位吗？你不是往前撸哪一次到位？是不是还算不错吧？可以停在格子里，直的，是正的吗？停在格子里不是基本的吗？这段剪掉，正的。停车这档事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多练习。你看3个月前的我停这样，这样，解封会。上去了！跟你们说，即便被身边人耻笑，你们也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打不死的三宝。对，可以聊一下试车心得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，其实买车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买这台车，除非你真的非常的喜欢某一台车，或是真的非常的了解，你才会只会去试一台车。可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女生而言啊，我觉得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你问我喜欢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就要试了才会知道。我们中间还试过了很多家，像什么 Kia 的哪台车啊？摄影叔，Carnival 8人座的。对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是我想买的。我当时还不知道，我一上车我傻眼，那根本就是保姆车等级，那几人座8人座，8、9人座。简单一讲就太大台了。真的是太大台。Kia 第2台我们试的是 Sorento。对 ，Sorento 很棒哎，我很喜欢。我蛮喜欢的 ，Sorento 我也蛮喜欢的。不过那个开起来，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开起来跟那开7X9没什么差别。我们7X9太像了。差不多，就几乎很像。那回到刚刚讲的那个 Kia 的旅行车。Sportswagen， 反正它是一个评价蛮高的一台车。试了之后就发现了一些状况，它终究还是旅行车，就是还是轿车啦。对，那轿车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几个重点哦。第一个，我后来试了那么多车，我才发现说我不喜欢轿车，因为轿车它那个后面的那个轮拱声超大声的。还有，我觉得轿车它那个比较低一点点。对，那比较低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明显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压迫感。综合这2项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真的不会想要买一台旅行车或是轿车。这件事情是至少在试了这么多台车，我是确定的这件事情啦。那其他完全不确定。再来是福斯。哦，对，福斯第1台我们是 Golf 的 Variant， 问题一样，就是妈有够吵，说什么它很安静什么的，我觉得它很吵。我现在开在环东，那我们在试乘的路线上也大部分都是环东嘛，我会觉得那个旅行车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很大声，就明显感觉到我觉得蛮吵的。好，然后还试了哪一台 ？Golf 的Tiguan。对 ，Golf 的Tiguan。我记得它是5人座还是7人座的，那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因为福斯它的内装真的是我试乘所有的车种里面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很高级啊。要怎么形容？反正你一上车就是某港啦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是很喜欢。不过后来没有选的原因是对非常大的一个重点，没有选的原因就是超大问题。你们知道疫情过后要买车，不是你有现金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得到，你知道吗？大问题就是现在目前都在缺车的状况。我要多久可以拿到车？他跟我说6到8个月，而且还不能催他因为你催他也不会比较快。6个月到8个月，你们知道6个月这是多扯的一个数字吗？这是我现在买的这一台车，到时候进港了，搞不好它新款的车都出现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不行，所以就作罢嘛。然后我们还试了哪一个车？特斯拉。我们这边还试了特斯拉，不过特斯拉目前有个状况，一样就是没有车的状况。其实我最满意的特斯拉是那个什么 Model Y 嘛，对 ，Model Y 就是一样是休旅车。那在当时我在试乘的时候，其实展场只有 Model 3，就是最小的那一种基本款嘛的特斯拉，然后坐上去一样的问题，超吵，真的，我觉得比一般的轿车都还要吵。还是要讲一下它的优点，那个。超欣赏它的那个自动驾驶功能，而且我记得，对，我记得中间它会自动超车，它会自己打方向灯自动超车。我记得中间它还有会车嘛，会一台那个公车，那超强的。所以所有试乘那么多车，我觉得最满意的那个自动驾驶的，目前还是特斯拉真的是没话讲，特斯拉真的厉害。如果我哪一天就是更有钱人买一台特斯拉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加购。那一个自动驾驶的功能，目前它加购是要多少钱呢？好像要20万那样子。好吧 ，pass 还是就这样，反正就是你知道试乘有时候试乘就爽我就觉得给自己一个梦嘛，未来某年某月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对大家努力看我的影片，看我们机会买 Model Y。好啦，反正因为就是这样。对，不过后来还是因为就是。
它没有 Model Y 这台车，然后一放脚踏车就发现放不太进去。当然最大的因素还是不够有钱啊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后面我们还试乘了最后2款车，正 PK 的2款车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候福特我们试了2款车，一个是 Active 嘛，对 ，Active 就是那个一样是它轿车吗？对，蛮好的部分是因为它后面的后车厢它比较低，所以我们的脚踏车是可以直接给它放进去的。对，直接是可以放进去，我是不用就是拆前后轮的。当时就明显的感觉到，真的我还是喜欢休旅车，因为休旅车真的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吵，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，所以问题一模一样。对，那酷卡 ST-Line 当时试乘下来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，我马上就跟摄影师来就说，这台我觉得可以考虑，因为它够安静。接下来分享一段我入盲点侦测的画面，让你们对比一下车内外的声音大小。这就是我们的盲点侦测。哔哔哔，好，哔哔哔，好。路人安全，我也安全。好，我可以关的吗？好冷。可以，我很害怕。后面的车也很害怕，他超你车了，尽量超。他也害怕。它在开环东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我觉得非常的安静。现在外面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。它里面的音响是用 B&O 的音响。那其实我一直开摄影书的车的时候，我都还蛮喜欢，就是摄影书它那个 CX9 的音响。不过它那个 CX9 的音响是 BOSS 的音响。我记得我们试乘那么多车里面，好像音响让我最满意的就是 Kia 的音响，因为 Kia 它音响它也是那个 BOSS 的，对，就是 ST-Line 它是B&O， 所以我是觉得也还 OK， 也还不错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脚踏车可以直接放进去，而且重点是它放进去之后，它竟然后座还可以再坐一个人，而且那个人是舒服的坐进去。你知道坐一个人有可能是很憋那一种，然后可能会被车打到，轮子打到这，没有，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位置，而且它也可以就是同时放2台车，都不用拆前后轮哦。对，只需要就是用一块布把它盖上就可以了。那我觉得这相对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。盖白布啊？盖蓝布可以吗？然后后来我们确定真的是喜欢休旅车了嘛，所以我们看的也大部分都是休旅车。发现当时有一台车很让我们惊艳的，就是途尚 L， 就是现代的车叫途尚 L， 那它非常的新，它是2022年才刚出的。它的后座跟行李箱真的是最大的。那我们想说，哇塞，不是超棒的吗？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，而且它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蛮喜欢它的头灯，就是它头灯其实就非常的现代化，很帅。途尚啊，也真的是让小弟非常的喜欢，而且它真的是满足了所有的需求，而且甚至是空间更大的，里面也是更宽敞，对比酷卡还更大。个人是觉得蛮喜欢的。现在马上我们就约了隔天的试乘嘛，超符合我们需求，所以我们当天试完之后，马上合约书拿出来签。不过人就是这样子，在签约的过程中就觉得越来越不对，可以买，可是又好像不能买。那个不能买的原因是在于说它里面的内装，所谓内装就是这些。那当然，摄影师也过不了他那一关，因为他觉得是驾驶乐趣差太多了。我建议各位啦，就是在买车的过程中，就是你们一定要去试乘，除非是你真的是有那种品牌的喜好哈，就是开久了，你去试乘久了，你才知道说那个安静感真的有差。酷卡真的是比较安静啦，比较起来真的是要靠这么多一而再再而三的试乘，还有签约，不是啊。没有，千万不要前面签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是当下就是看爽了我就签了。我真的觉得买车这件事情毕竟是接近100万的事情，然后你们还是要三思而后行。建议还是回去把自己冲澡冷却之后，再想想看自己喜欢哪一台车啦。那所以在当下，我记得在签完约之后，我马上又再打给了现在购买这台车的业务福特小乔，我马上又再去试乘了一次，就是福特的这一台车，就是酷卡 ST-Line， 然后当天试乘完之后，立刻又再签约了第2台车，一天签约2台车，蠢爆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瞬间跟他一起抢掉啊！一天买2台车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？途尚 L 因为是2022年的款嘛，所以它非常的夯。当下也是告诉我们没有车的，那个等的时间可能是3个月。不过当下也没有车的状况下，所以业务员是这样子让我退订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我也觉得我们蛮瞎的，可是毕竟
没有办法，这是我第一次买车，我实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喜好。对，反正后来最终就是我们终究还是买了这一台车，对，就是酷咖的 ST Line。目前这一台酷咖，它让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后箱真的有够大，它真的可以完全的把一台单车直直的放进去。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有陆续的就是 message 我说，小弟要怎么样就是放单车啊？是最多可以放几台呢？我告诉你，在酷咖不要小看它可以放2台公路车，通通都不用拆前后轮，你们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厉害了吧？说不定有可能到3台，到时候我们试试看。是吗？对，你不要只讲2台，2台太简单了。3台吗？会不会刮坏我的车？你说刮坏脚踏车吗？不是汽车，我很害怕。要2到3台公路车，好，3个人，3个人。坐3个人，假的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是摄影师夸下海口要做这个排列组合。我跟你讲一样，如果这一部影片流量好啊，我们下一部影片我们就排列组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们那个脚踏车怎么样排列组合放进就是我的酷咖，有没有？我赌是两台车3个人啊，你是赌3台车3个人，输的话1000块，1000块。买完车很穷。好啊，那大家如果想要就是看单车小弟拍什么样的汽车影片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我都会不专业的拍摄给大家看。毕竟啊，这台车你看我们拍成这样，就知道它绝对不是业配，哪会有人这样子拍，对不对？而且哪会有人业配先去给他下定图上，再来买这台车，因为气死原本的赞助商吗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在这边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